劳改犯张九生穿行在沙漠中，他一刻不敢耽搁地赶着路，直到夜幕降临才来到城里。张九生显然已经错过了放映场次，他跟着2个放映员来到一家餐馆。一整天滴水未进的他趴在饭馆外的水龙头底下喝了个够，还摸了几颗晾在绳子上的干菜。饭馆老板出来抽烟，张九生上前搭话，问他电影是不是演完了，前面有没有放新闻简报。老板打量了张九生一眼，让他明天到2分场自己看。张九生又问2分场在哪，老板只说了句往东，便回到了餐馆。那个年代，闲暇时的人们精神生活严重匮乏，看电影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，也是大家茶余饭后重要的精神享受。张九生正准备离开，一个脏兮兮的土孩子来到饭馆门前，那辆装着胶卷的摩托车就停在不远处。那孩子贼眉鼠眼的环顾四周，趁没人注意，拿起一盘胶卷撒丫子就跑。张九生愣了愣，反应过来后急忙追赶。等他从那脏小孩手里抢到胶卷返回饭馆时，放映员已经离开，饭馆也打了烊。张九生带着胶卷踏上了寻找放映员的路，脏孩子却不肯善罢甘休，找了另一个孩子当帮手，拦住了张九生的去路。结果还没等来出手机会，就被张九生撂倒。脏孩子揉着脑袋醒了过来，张九生坐在一旁，他原本以为脏小孩是个小混混，没想到对方却是个女孩子。女孩名叫刘闺女，母亲早早去世，父亲将她和弟弟抛弃，2个半大的孩子就这样相依为命的长大。刘闺女提议一人一半分了胶卷，见张九生不答应，便改口说给自己12.5米也行。有零有整，让张九生愈发好奇他偷胶卷想干嘛。张九生没有松口，刘闺女就一路跟在他身后，2人从天黑走到天亮。张九生从包里掏出几根干菜扔给刘闺女，刘闺女打定主意要拿回胶卷，她悄悄捡起一块骨头，趁张九生不注意将他敲晕过去。张九生醒来后，刘闺女已经带着胶卷离开，荒凉的戈壁连一个鬼影子都看不到。张九生又渴又饿，就在他以为自己走不出去的时候，一辆卡车迎面驶来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张九生抓到了救命稻草。司机是个热心又啰嗦的男人，好奇张九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张九生表示自己在找人，说话间前面又出现了一个拦路的身影。张九生定睛一看，正是刘闺女，他急忙让司机停下，还谎称刘闺女是自己女儿。刘闺女被拽上车，司机默认刘闺女是偷了家里的东西才跑出来的，于是便絮絮叨叨教育起了她，魔高1尺道高1丈。刘闺女索性认下了这个女儿的身份，还反问司机知不知道她爸是什么人。司机洗耳恭听，刘闺女开始编排张九生是如何吃人饭不干人事，不仅找相好的气死原配，还虐待自己和弟弟。司机大哥一听，马上义愤填膺，大骂张九生猪狗不如。张九生解释自己真不是这孩子他爸。话音刚落，看到了蹲在路边鼓捣摩托车的放映员，于是急忙让司机停车。司机正在气头上，索性将张九生放下，结果他包里的胶卷也在下车时被刘闺女顺走。张九生本想拦住放映员，对方的车子却出了问题，停不下来，眼看着卡车也开走。张九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他只能继续赶路前往2分场。终于在2条腿磨断前来到目的地。晚8点就是那卷《英雄儿女》的放映时间，村里人都眼巴巴地等着，问放映员老范片子什么时候能到。村里每2个月才能放一次电影，回回都跟过年一样。老范则是2分场的金牌放映员，20多年来从未失过手，是村子里的风云人物。张九生乐得前胸贴后背，好巧不巧在饭馆里发现了刘闺女，他冲进去抢过对方的面，一边拽着刘闺女不让她离开，一边囫囵吞枣扒拉着碗里的面。见刘闺女贼心不死还想跑，便大声将隔壁桌的老范喊了过来，告诉他电影片子在这儿。老范一头雾水，仔细查看后发现果然是《英雄儿女》，他狐疑地打量了张九生一番，问他片子从哪来的。张九生没有将刘闺女说出来，表示片子还回来就成。老范却坚持要弄清楚怎么回事。刘闺女是2分场人，老范认得她，却不知道张九生是打哪来的，2人又是怎么碰到一起的，和负责送片子的杨和又是什么关系。他顶着一脑袋疑问看着张九生和刘闺女，毕竟这电影片子的珍贵程度堪比眼珠子。刘闺女支支吾吾地说片子是在路上捡来的。老范一拍桌子说一定是杨和没捆牢把片子颠了出来。老范又将矛头指向张九生，问他1分场的为什么要跟过来。刘闺女为了撇清关系，倒打一耙说张九生是个搞破坏的坏分子。张九生马上急了，说自己只是来看电影的，电影前的22号新闻简报里有自己女儿。原来张九生之所以如此执着，是因为他收到一封信，信里说女儿的学校组织为人民服务的活动被新闻简报的记者拍下，女儿也因此出现在镜头里。于是他冒着被加刑的风险从劳改农场逃了出来，就是为了能在新闻简报里看女儿一眼。老范看过那封信后愣了愣，这时门外一阵骚动，有人跑进来大喊电影放不了了。老范急忙出门查看，发现他视为眼珠子般珍贵的电影片子被扔在牛车上，还有一卷已经和灰尘搅在一起。赶车的正是老范的儿子小范。小范支支吾吾地说是杨和说摩托车坏了让自己帮忙拉来的，他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。那卷散开的片子正是新闻简报。老范装模作样将事情夸大了一番，接着表示只要大家能证明这起事故是杨和的责任，并且不要把事情外转，他就努力让大家看上电影。众人表示一定照做。
老范马上吩咐大家回家准备要用的东西，然后到饭馆门口集合。这些人里最着急的莫过于张九生，他盯着地上的胶卷，生怕有人踩到。一抬眼便看到刘闺女拿起一段揣到了包里，他急忙追了上去。刘闺女撒丫子就跑，两人一前一后跑到村外，刘闺女却眨眼间消失在沙丘后面。张九生绝望的大喊。片刻后，刘闺女将胶卷扔到张九生面前，告诉他后面都是白的，根本就没有他女儿。张九生一张张仔细查看，发现这节应该只是个没画面的头。刘闺女嫌不好看，让张九生尽管拿去。张九生好奇他到底要这东西干嘛。刘闺女说要拿来做灯罩，她为了不让喜欢学习的弟弟熬坏眼睛，借来了邻居的台灯。弟弟不小烧坏了灯罩，灯罩是用胶卷片子编的。邻居天天上门逼姐弟俩赔，刘弟弟害怕的不敢出门，刘闺女这才想方设法的偷片子。张九生听了心里不是滋味，他答应刘闺女，过了今晚一定帮他想办法。修片子成了村里的大事，大伙劲头十足，干得热火朝天。张九生也自告奋勇擦起了片子，不多时便看到刘闺女混了进来，他气冲冲地将人拎了出去，警告他不许捣乱。刘闺女放了句狠话，匆匆离开。张九生跟着他回到家，发现刘闺女确实没有说谎。张九生返回剧院，老范让他跟自己一起倒袋子，无意中发现了张九生包里的片头。他质问张九生为什么要拿这一节，张九生解释是刘闺女给自己的。老范觉得他在狡辩，坚持要将人送到保卫科。张九生见好好说没用，索性掏出一把刀抵在老范脖子上，恶声恶气的让他再被捅一刀和让自己好好看完新闻简报里2选1。在张九生拿出刀子的时候，老范的态度就从颐指气使变成了毕恭毕敬。片子缠得差不多了，老范到放映室对光，嘱咐张九生收完尾将片子送过去。此时刘闺女被一群半大的孩子堵在剧院门口，推推搡搡逼她去偷片子。张九生先前答应刘闺女照着他们姐弟，见刘闺女受委屈，便将整好的片子塞到她怀里，自己撸起袖子找上了那群小混混。结果张九生正和混混们对峙的时候，刘闺女却不见了踪影。张九生焦急地四处寻找，老范也不敢多问，以为张九生还有别的事，便先放着电影。张九生火急火燎地跑回刘闺女家，找了一圈没发现人，也没发现片子，他又匆匆赶回剧院，在人群中四处寻找刘闺女的身影。无果后跑到放映室，告诉老范电影放完不许走，等着自己把片子找回来。老范有些莫名，告诉张九生新闻简报就在桌上放着，是刘闺女送过来的。原来是他误会了刘闺女。张九生激动地捧起片子，问老范他还有没有说别的。老范指了指旁边用电影片子编的灯罩，表示刘闺女只说了一句灯罩好看。电影放完后开始播新闻简报，张九生一瞬不瞬地盯着画面，一直到片子结束。张九生说没看到女儿，还想再看一遍。老范表示等人走完以后再放。期间两人闲聊起来，张九生这才知道老范的儿子之所以没接他的班，是因为小时候误喝了清洗液，发高烧烧坏了脑子。第2遍放完，张九生泪流满面。事实上他第1遍就看到了女儿，只是那短短的1秒钟根本不够，所以才谎称没看到。2遍似乎也不够，张九生让老范再放一次，老范迫于无奈直接接了个大循环，只要有电看100遍都没问题。张九生坐在剧院中央，一遍遍看着片子，把那短短1秒堆成10秒、20秒。老范趁机跑了出去，带着保卫科的崔干事一行人来到剧院。此时发现张九生到自己家翻箱倒柜的刘闺女来找他算账。两人争执间，张九生发现了保卫科的人，他顾不上解释逃出剧院。刘闺女则被保卫科当成劳改犯追打起来。张九生听到动静又折返回去，大声喊着自己才是他们要找的人，随后便抄起凳子和保卫科的人打了起来。平白挨了顿揍的刘闺女也帮起了手，最后两人双双被制服。翌日，刘闺女被放走，老范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没想到保卫科会打人，还将有张九生女儿的那2张胶片塞到了他口袋里。张九生十分感激，他想请老范再帮自己一个忙，把那只用胶片编的灯罩送给刘闺女。和劳改农场取得联系后，崔干事一行人押着张九生赶往武旦店交接。刘闺女拿着灯罩远远地和张九生告别。崔干事几人发现了他口袋里的东西，查看一番后便随后扔在沙丘上。张九生歇斯底里却无法逃脱控制，拉扯一番后他被压着继续赶路。刘闺女注意到后跑了过去，只发现一张印着字的纸，她以为这就是张九生在意的东西，便将它折好装进了口袋，而那张底片则被埋在了黄沙之中。2年过去，张九生结束劳改生活，来到了2分厂。刘闺女已经从一个分不出性别的脏小孩出落成了大狗娘。那张纸他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，但一直都好好保存着。张九生将纸翻来覆去的看了一遍，两人又回到那天的沙丘，但想要在茫茫黄沙中找一张胶片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张九生踢了踢脚下的黄沙，也许他不再需要执着那1秒钟了。结束牢狱生活的他可以亲眼去看看女儿。